是撒糖还是宣言？刘文宁、宋祖儿选择在此刻官宣的真正原因。当爱被聚光灯点亮，舞台的灯一盏盏亮起，像无数只放大的眼睛。有人奔着磕糖而来，有人拿着放大镜寻找瑕疵，也有人只是想见证两颗心的靠近。当一段私密的情感被端到公共的桌面上，甜会被放大，失误也会被放大，但正因为被放大，成长的纹理才愈发清晰。这个故事从一句我们在一起了出发，却并不止于浪漫，它更关于秩序、边界与担当。官宣的那一秒，掌声与倒吸冷气并存。话筒递到面前，刘文宁看向宋祖，目光里既有笃定，也有微微的颤动。他笑着说：“我们在一起了。”空气顿了半秒，掌声与尖叫随之涌起。屏幕上弹幕刷出甜蜜爆表，屏幕外也传来一阵倒吸冷气。偏偏在此刻高调，是勇敢的真诚，还是与舆论正面相撞？十指相扣的坦荡很漂亮，但分寸的考题也在同一秒悄然开卷，每一个词都可能成为被无限放大的注脚。甜蜜与尴尬同框，一句玩笑引发尊重争议。一次采访里，主持人追问谁更主动，刘文宁半带玩笑：“他呀，粘人精。”现场笑声一片。宋祖儿立刻回击：“明明是你。”两人你来我往，轻松自然。下一刻，他又顺口补了一句：“工作再忙也别耽误陪我。”这句本该流淌在恋人耳畔的情话，被剪成短视频配上醒目标题，像火星落入干柴。有观众说甜得酷，也有人质疑不尊重职业与团队。爱无罪，但在公共语境里，语汇的每一毫米都牵动更多人的体面与秩序。第一波舆论浪，情绪如何被算法放大？热搜在数小时内翻了2轮，话题从高调官宣切换到越界示爱。平台算法偏爱反转，冲突越强，停留越久。支持者强调真诚、勇敢，反对者质问分寸、礼貌。粉丝也出现分化，有人被糖分喂饱，也有人开始焦灼，担心事业被牵连，担心过度秀恩爱拉低口碑。情绪被推高，理性被稀释，整片网络像站在浪尖，只等下一次拍打。夜深的复盘，第一次正面谈分寸。喧哗散尽，化妆间只剩2人。宋祖儿低声道：“我们当然开心，可公众看到的不只是爱。”刘文宁沉思：“我习惯把心事摊开，可镜头前不是家。爱是我的勇气，分寸是我得补的课。”他们把当天的采访逐段回看，把每一次笑场，每一句可能被误读的玩笑做标记，不是为了自证清白，而是为了学会更好的表达，不是为了控场，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被体面的对待。3条共同规则，爱与理的边界。他们把共识写成便签，贴在梳妆镜角。尊重时间与场域，在工作现场，专业优先，让合作方与团队安心，再谈甜蜜。告知但不炫示，亲密可以分享，但不额外增加第三方成本，不用玩笑去交换他人的劳动与尊严。留白与沉默，不是每个问题都需要答案，不是每次互动都该成为谈资。把最真切的爱留给不需要证明的地方。3条短句，像一道看不见的护栏，甜要有度，爱要有理。回应的方式不是公关，而是成长。次日，他们发布了一段简短视频与文字说明，不解释动机，不甩锅热度，只就表达方式可能造成的不是郑重致歉。素色背景，平静目光，他们承诺采访前与团队充分沟通，现场以专业为先，减少容易被误读的玩笑。回应不完美，却给出方向，与其争辩被误解，不如承认我可以更好。向内生长，让彼此因爱变得更好。热度退潮后，2人把时间放回学习与创作。宋祖儿把如何在公共场合表达亲密而不冒犯的案例整理成册，像背台词那样在心里过招。刘文宁向前辈请教，在顾全场面与保持真诚之间如何找到平衡。他们约定让彼此因为这段关系变得更好，而不是更焦虑。爱不是只会制造粉色泡泡，它也提供耐心与韧性，让人在高压行业里活得更端正、更从容。重回现场，专业感是最好的护身符。下一次公开露面前，
他们提前与主持人沟通话题边界，与摄影团队对齐流程。入场时先向工作人员致谢，采访里多把镜头留给项目与团队。甜蜜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形态，对视时1秒的笑，端上的一杯温水，对每个岗位的一句辛苦了。观众忽然发现，克制让甜更耐久。与其到处是爱，不如用专业为彼此筑一道安心之墙。把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，温柔与行动同框。他们决定以2人名义低调支持青年创作者与偏远地区的美育计划，不是为了洗白，而是意识到当摄像机对准你，你可以把光折射给别人。他们请第三方机构做善款审计，公开使用报告，一些小额资助匿名送到普通学子手里。爱被转化为行动，许多观众也卸下成见，真正的温柔往往不喧哗。与粉丝的对话，一堂关于尊重的公开课。他们开了一场直播，请来心理咨询师、媒体老师与职场前辈，围绕亲密关系边界、公共表达的风险，在爱与事业之间找到秩序，展开对谈。直播不是撒糖，而是课堂。有人在弹幕里说，原来被看见是一种责任，也有人感叹，终于懂了，分寸不是冷淡，而是高级的体贴。2人没有催促原谅，只是把如何变好的过程透明地摆上台面，让旁观者也参与这场成长。30天后的专访，把难题讲清楚。问：还会高调吗？答：会真诚，但更尊重场景。亲密是2个人的事，专业是大家的事。问：如何回应不尊重的质疑？答：我们在学习如何表达尊重。尊重不是口号，是流程、细节与自我克制。问：最希望公众看到的你们是什么？答：镜头前是可靠的合作者，镜头后是彼此的靠山。3问3答，把甜蜜、尴尬、尊重的3角关系讲明白。爱不是站在世界中央自我证明，而是把世界与彼此都照顾好。留白的艺术，给爱一点看不见的空间。他们学会把最真挚的表达放在没有摄像机的地方，清晨散步不发动态，纪念日礼物不做开箱，吵架与和好不交给公众评判。留白不是退缩，而是把情感从过度消费中解救出来。当爱的机理不再被实时拉扯，它就不会被撕裂。观众意外发现，不再频繁示爱的他们，看起来更踏实，也更相爱。克制成了一种更动人的语言。把细节当作修养，分寸感的日常练习。分寸感并不抽象，它落在细节。发言前给对方递个眼神确认，把我们说在我前面，在需要聚光灯的地方讲专业，在不需打扰的地方给安静，在被误解的时候先自我反省，再解释。把我很爱你翻译成我会为你守住边界，尊重他人。分寸的练习像健身，不是某次突击的爆发，而是日复一日的肌肉记忆。情绪之后的系统，让尊重变成可执行。情绪过去，才轮到系统登场。他们与团队一起梳理清单，公开场合提问预案，遇到越界式追问，如何优雅拒绝并把话题引回专业。内容发布校对表，涉及第三方的描述是否经过核对与同意。现场流程共识，主持人与艺人，品牌与剧组，如有，如何分工协作，避免误会。风险演练，把可能的误解提前彩排，在镜头外消化争议。当尊重被流程化，它就不再只是情绪化的别冲动，而是可执行的照这个做。从被见到能见，把光递给别人。他们尝试在舞台上看见更多人，跟摄影大哥确认机位，向化妆师点头示意，在感谢里爆出幕后岗位，在媒体采访里把功劳拆散给每一个具体的人。当他们不再急着证明我们很甜，而是努力说明我们很可靠，外界对他们的观看也悄悄变化，甜蜜留在彼此眼里，专业留在所有人心里。写给每一个在风暴里的人，把力气用在变好上。这段公开关系带来的第一课是真诚，第2课是分寸，第3课是持续的自我修正。谁都会说错话，做错事，可贵的是承认、修补、升级，承认错误，修补关系，升级自己。把力气用在变好上，胜过在对错里拉扯。愿你在被看见时不失本心，在被误解时不乱阵脚。愿你敢说我还有不足，
也敢诺我会变得更好。这不是偶像剧，而是每个成年人都要上的必修课。真正的高调，让善意与专业更显眼。所谓高调，不是音量有多大，而是价值是否清晰。当善意与专业被持续看见，甜蜜就不会被误解为张扬，真诚也不会被误读为鲁莽。刘文宁与宋祖儿的30天，不是一路顺风的童话，而是跌跌撞撞却不轻言放弃的练习。他们用改进流程、修正语言、承担后果，为爱与理的边界画下更温柔的线。甜蜜可以爆表，但请让尊重成为刻度。你的回答才能让这场对话更完整。你如何理解在公众面前的分寸感？当甜蜜与专业冲突时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你期待公众人物用哪些方式表达尊重？把你的看法写在评论区，让我们一起把这场对话说得更完整。你的每一句思考都是这堂公开课的下一页。把温度留给爱，把尺度留给世界。爱是温度，尊重是尺度。温度让人靠近，尺度让人安心。所有关于我们的故事，终将回到我怎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当一个人愿意在爱里学习，在风中修正，他就能在喧嚣中安静地长出力量。愿我们都能把甜语里练成不露痕迹的本能，让彼此的靠近成为世界的一份安心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与思考，欢迎订阅、点赞与转发支持，也请把你的感受与观点写在评论区。你最认同哪一条分寸的练习？你还想补充哪些具体做法？你的每一次反馈都会让下一次的创作更有力量。